时隔数月，闪电侠重新回归，白瑞硬是演了一整集的床戏。我的建议是直接进入省流模式。我是瓜皮儿，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在第7季的结尾，闪电家族和神速大军街头斗殴后，在逆闪欧比旺的协助下，白瑞也占领高地，成功打败了神速。胜利之后，他和艾瑞斯又他喵的办了场婚礼。可因为巴特和诺拉2个后人的借助，还得轮到时间线遭殃了。简单一提，巴特穿越前的时间线上，老闪杰加里克被神速干死了，在和父母跨时代叙了叙旧，二仔就准备回到2049年了。想必老观众看到这儿心里就踏实了，可怜的时间线又被搞了。原本已经死了的杰突然诈尸还魂，来到二仔面前。该说不说的，诺拉虽然在理论上有点长进，至少意识到了时间线出了问题。巴特现在处于诺拉第5季的智商，也就是说，一个能孩子带着一个熊孩子要去干闪电侠的事，这熊孩子也就比孩子强4点。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了吧？老杰直接旗子立起，预言巴特会成为下一个闪电侠。原本熊大和能二还没觉得能怎么着呢，直到他们发现老杰的媳妇儿换人了，这才意识到时间线出了大麻烦了。他们跑到了闪电博物馆，搜索了一下历史资料。4周都是人的情况下，你俩大声密谋，闪电侠的观众是老了，可耳朵还没背呢。资料中，一个叫金色先锋的人一闪而过，这是个来自未来的超级英雄，一个身体素质稍好点的普通人，穿上一身高科技打击罪犯。从网上曝光要开发金色先锋电影项目开始至今，闪电侠已经更新了7季了。两人一顿搜索后，终于找到了病根。这一切都从2013年乔在一次行动里中弹开始改变的。找着病根就对症下药呗。白瑞家的老传统拆东墙补西墙。他们二话不说穿越到了2013年底，此时粒子加速器刚刚爆炸不久，白瑞被电疗后还处于昏迷状态。大老粗刚刚鼓起勇气上前跟递减塞西尔增进感情，人家反口就是让他滚粗啊。彼时塞西尔刚刚离婚，正处于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的思想阶段。巴特和诺拉约法一章，只能在乔中弹那一刻使用速度。没等他们说完，艾迪警官前来觐见。老角色新回归，耍的还是情怀呀。艾迪刚刚上任，成为了乔的新搭档。乔之前的搭档在与天启巫师的对战中嗝屁了，正处于新搭档不是好东西的思想阶段呢。假扮成实习生的两人给了他个建议，不如给乔上一杯卡布奇诺。有事在身的艾迪只能辛苦他们帮自己买一下。我就想问问，实习生涂指甲油戴耳钉，你艾迪装瞎是吧？这可是逆闪4旺的老祖啊！没见过啥世面的巴特只能震惊。排队买咖啡时，诺拉重申了约法一章。本来也不怎么靠谱的他，费了不少口舌教育能二，以至于男孩强行一个回身，打出了本集主线的第一个不太关键的关键人物啊！女孩叫艾弗瑞，你们就把她当成翠花就行了。能二是一见钟情啊！艾弗瑞平时研究时间穿越的因果效应，别看他术语一套一套的，在他喵闪电侠里都是屁呀！诺拉的小天才手表提醒他，乔的枪击案要发生了，也不管弟弟眉来眼去，直接拉着溜溜球啊！艾迪巡视周围时，乔已经跟劫匪对上了，就这拿枪的手势，多少跟胜利安迪斯有点关系。滑稽的模样让乔属实有点无语。劫匪来了个凭空手滑，握把先着地还能走火，就没道理啊！这一枪直奔乔飞了过去，俩孩子马上进入了神速力 talk 模式，费了老长时间推卸责任。巴特不跟他多逼逼，两腿一蹬奔向外攻，挪动子弹怕影响时间线，他索性直接挪动了乔，啵了一口后，子弹穿门而过，乔安然无恙。艾迪划水归来时，乔已经把劫匪绳之以法。姐俩一边走一边密谋着未来和时间线的话题，一边担心起了粒子加速器造成的转化人。碰巧让刚刚路过的女人读出了心声，她了解到了这些超前的知识。酒吧里还有3个不知道转化人这个概念的转化人，他们只知道身体发生了变化，分别是大块头塞炮哥、超低配西斯科以及厌世体操妹，再加上刚刚读心的自以为是大王。他们4个人形成了一个犯罪团伙——皇家同花顺。第7季被闪电侠错过，因为巴特和诺拉不小心说出的超前知识，自以为是大王要利用这能力去抢钱。此时俩孩子回到现场，想了解一下劫匪为何走火。这和历史记录不太一样，他们盯上了监控，可录像在艾迪手里，艾迪又是个人精，不可能把这种东西交给实习生。一来二去，他们只能偷了。警局里，高情商艾迪试图跟乔套近乎，虽然你搭档死了，儿子昏迷，早上还被塞西尔发了好人卡，但我还是希望你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乔现在只想骂街呢，诺拉则趁机偷换了监控录像，他们打算去父亲的办公室好好看看，反而巴特来了波触景生情，这里可是透课开始的地方啊！两人意外发现监控里的女人，这不是未来的罪犯皇家同花顺的首领自以为是大王吗？
他们突然意识到时间线更乱了，一查才得知，本该发生在几年后的劫持案提前到了今天晚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你推我搡大型甩锅现场后，他们根据习俗闹了别扭。巴特演技炸裂呀，一想到自己干啥不行，直接泪两行啊，表示自己当不了闪电侠。他跑到昏迷的白瑞面前，白瑞就演个床戏，你们爱咋地吧。到这巴特又是泪两行，自卑了起来。在他眼里，姐姐老完美了，是有成为闪电侠的潜力的。可孩子啊，你不知道啊，第5季的时候你姐治好了我们的低血压呀，同时感谢你的出现，我们从低血压变成了高血压。就在白瑞面前，巴特不再怀疑自我，他泪两行接了一招鼓励爆，决心要好好修复一下这个 bug。 白瑞心想，你可他妈走了呀。两人来到翠花面前，是的，身为极速家庭的二代，爹是大闪，叔是初代，其他大伯大姨也都是玩技术的。结果他们来找另一个实习生咨询时间穿越的事儿。翠花震惊，他们怎么进来的？这个是花了1200万美金的安保呀！妈的，老爷的蝙蝠洞才好意思说花了几百万，你这是1200万招聘了一个保安的祖宗18代吗？巴特不装了，摊牌了，我来自未来，我需要你的帮助啊！翠花起初不信，但她一眼看见了诺拉的小天才手表啊，直呼我的个，这是未来的科技吧？有双慧眼，能认出技术之外的东西，牛！随后，他把各种事儿套进了自己的公式，得出结论：干就完了。好吧，这边还是强行解释一波，因为未来窥视过去的报纸还没固定，等于说今晚的结案还没有彻底和时间线连在一起，意思就是干就完了。此时，为首的自以为是大王带着自己的大块头赛跑哥以及身边的超低配希斯克，外加正摆着 pose 的假厌世体操妹，齐齐出动劫持了一家赌场。暂且不说他们几句话就唬住所有人，这赌场的安保也太差了点吧？你换星爷跟发哥那个年代，一个大军就够他们吃的了。两孩子赶到后兵分两路，巴特直接抽搐隐身疏散百姓，诺拉则是寻找隐藏着的炸弹。别看大块头赛跑哥四肢发达，但心思细腻，一数就发现人质少了。自以为是大王直接开启自由麦，用心灵感应警告所有人，做事还要杀鸡儆猴。巴特生怕出事儿，直接假扮大堂经理出现在他们面前，连我都觉得他的行为可疑。人家大块头赛跑哥和自以为是大王，以及超低配希斯科和假厌世体操妹，就更觉得情况不对劲儿了。其中自以为是大王选择读取想法，都要看看巴特究竟是不是边缘警察。查到与未来相关的想法时，巴特顿感不妙，赶紧意淫出了另一个场景，这才勉强躲过了自以为是大王的搜查。1000万刀已经打包，皇家同花顺也准备开溜了。临走前让同伙收拾巴特一顿，只见大块头赛跑哥一个赛炮就给巴特干飞了，手臂骨折，头晕眼花，巴特算是歇菜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颗炸弹，诺拉才发现还有好几颗。巴特表示用最朴实无华的激励让姐姐扛下了大旗啊 Sis, you got this. I'm this one. Sis, you got this. Green Lantern's got this. Think 诺拉 Think， 他想出一招，虽然我也没太懂啊，但你早点这么快速搜索，早完事了吗？瞅瞅号称世界上最快的男人的 Barry， 搜索一个城市也花不了你这么久的时间呢。搁其他谍战片里，詹姆斯邦德和杰森伯恩都比你效率。总之，诺拉带走了所有炸弹，他选择舍近求远，飞檐走壁上了高楼，将炸弹扔向了空中，鹞子翻身接苏坡砸地，任务完成了。魔具之声有很快的东西救了他们，但乔和艾迪都认为他们喝多了。艾瑞斯给老爹送了杯卡布奇诺，我寻思着直接重启一下，让艾瑞斯和艾迪结婚生子，拜瑞和凯瑟琳或者佩蒂都行啊。如此一来，名正言顺不说，续拍100季我都看呢。我死了，让我孙子给我烧起来看。根据习俗，一件好事总会伴随着多件好事。塞西尔也对乔有了好感，能儿也跟翠花吻别。该说不说啊，有点随便了啊。警局也在新年到来时拍了全家福，冒头的2个熊孩子也就呼应了第7季的结局。回到未来后，把这事一说，老杰反正退休了，商业互捧一下，他的媳妇儿也变回来以前的穷，也就是 Barry 的妈，神速力的人间体，顺便致敬一波他自己啊。说起了以前穿越回2战打纳粹的故事，自然是在提正义协会的故事了。老顽童还虚晃了2孩子一下，骗他们说现在的总统变成了卢瑟，这的确也是一个故事。秃驴卢瑟当选了总统，大超那叫一个难受啊！片尾终于迎来了熟面孔，白瑞打算带着所有伙伴去巴黎度假。在众人开开心心出发之后，艾瑞斯的梳子消失了，时间线又出了状况。回归前，我想过这季会很窜戏，但我没想到隔了几个月的第1集，闪电侠就演了个床戏。嗨，没啥可说的了，这集就速通了吧。